遂，皇上下旨到我河务总督府，妨碍河务者，先斩后奏。你真是个狗官！弟兄们，拿银子！空的，根本就没有银子，没有银子！何故的钱小呢？银子呢？美赞臣蓝针，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，顶配保护。走，他死了吧？死了。来，翻过来。哎呀，死了。哎，脱水了，还有气儿，还有气儿，活着呢。靳大人，啊，你还活着呀，靳大人？咱们时时惦记着您呢。在黄河大堤上，靳大人，端一碗淘净的水来。来了来了。这谁呀？安徽巡抚靳夫靳大人。你怎么回事？活的就是他。你知道他害死多少人？大人，你看，那边好像有人打架。靳大人是好人。过去看看。走。把治风寒的汤药给他端一碗过来，别让他死了。行了，命留下一大半。这是江宁府于镇甲于大人，还不快谢谢于大人？你就是靳府，安徽巡抚，还活着。历下河齐州县成了鱼虾之国，都拜你老兄所赐。你可不能死，你要死了，那几万人的冤魂到哪儿去找你？皇上，奴才刚收到一份奏报，江宁府于镇甲上奏报说找到了安徽巡抚靳府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元凶总算是找到了。找到靳府，离找到元凶就不远了。派个得力的人急行押解进京，这是最后一点线索了。这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着于镇甲将安徽巡抚靳府递解进京，钦此。罪臣靳府领旨，吾皇圣明。臣于镇甲接旨。大人，快快请起。我是明相的师爷，明相吩咐我过来一路护送大人进京，切不能让大人受半点委屈。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咱一会儿出去啊，您先上囚车，做做样子，等一出了江宁府，我就把您这刑具给去了，定让您平平安安、舒舒服服的进京。请。是明珠吩咐你这么干的，公然庇护罪臣，不怕我动本参他？哎呦，囚车刑具是王法，你说做做样子，王法是给你做样子的吗？不是，刚才那圣旨您没听明白？这第一没说是罪人，第二没说是押解。他黄河溃决那是河道上的事儿，您拿着安徽巡抚打板子，那不像话呀！您还想动本参明相？请，你不参我就瞧不起你。你要敢这么干，我把他的刑具加在你身上。我是死过一回的人了，
那些囚车刑拘又算得了什么？比起那些在水中连尸体都找不着的人，我已经算是烧高香了。就按县尊的意思办吧。知道就好。娘，今天赵高真不错，又下了个蛋，秦桧也下了一个，还有2个，应该是蔡京和高俅的。明天你去京师，带着路上吃。娘，我是地界官员进京，吃住都在驿馆，我用不着自己带鸡蛋。您留着吃吧。你说把鸡蛋留给我吃，旁人听了，觉得你纯孝。其实你无非是害怕自己带鸡蛋，被随从的官员看了笑话，丢了你关老爷的面子。你这叫大奸若忠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自然不是。万事不欺心，你刚才有没有欺心？真让我失望。今日救人时，见金府年迈，颇为同情，颠倒黑白，妇人之仁。今日听圣旨，命我地界进府入京，心中竟有窃喜，觉得自己的名字简在地心，竟动了无耻的升迁之念。今日说话欺心，还欺骗母亲，真是禽兽不如。今日。滚远点！我要是做不了圣人，都怪你。出去吧。哎呀，金大人，您有差事了。我有什么差事？哎呀，您呢，先把这些酒菜吃了，然后把这黄河溃决的事儿从头到尾一五一十的写下来。我们家主子决定保您一保。您写了，他亲送御前，皇上还能知道您的委屈不是？哎呀，大人，我们家主子可是说了，这王光裕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您这儿，他这是居心叵测呀！您能受他这个？咱一省的巡抚做到这个份上不容易，咱该喊冤喊冤，有我们家主子给您撑腰，说不定日后还能高升不是？你们家主子要替我洗罪。哎呀，说的太对了。可是我无罪可洗。我们家主子可是说了，皇上大怒，那是非得砍几个大官的脑袋才能消气儿的。那就砍吧。哎呀，你要不写，那你说你想写给谁吧？你写好了，我给你送回去。别啰嗦了。写不下去吧？是啊，我写给谁呢？写给儿子，到现在不知道他死活；写给妻子，儿子是我带出来的，却没能带回去。其实我才是那个早该死的人。老天爷不让你死，自然有不让你死的道理。我就奇怪一件事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？我的命是你救的，但有所问，无不食言。你威风八面，做你的巡抚多好，你跑到河道上干什么去？难道只有河务官员才能治黄河吗？
黄河流经9省，奔腾万旅，肆虐2万，我管不得吗？我要是不知道你干了什么，单听你这几句话，还真觉得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。我听说皇上要你的脑袋，你好生歇着吧。书写得好吗？志和的大文章啊，妙极啊！河水都发过了，你再读志和的书，岂非缓不济急？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啊！夏汛怎么办？秋汛怎么办？凌汛怎么办？明年再发大水怎么办？总不能这样一直溃决下去吧？皇上要用你的脑袋警示天下，你这书白读了。在我眼里，黄河不是难事。古人有教训，大禹治水以疏为主，无非就是拓宽河道、深挖河床、高筑堤坝，纵它有天河下来也是无妨。皇上为什么要治河？那是为了保运。大禹王那时候没有运河，因为地理水文和现在均有不同啊。你再拿着那时候的办法，现在使用。这不是刻舟求剑是什么？这书要真是有用，我想办法呈上去，留给后面治河的人。总算是干了件义事。甄家兄啊，你有什么见解，可以教我。你不要叫我甄家兄，你称于镇甲大人、于宪尊都可以。今天有这个机会，我要告诉你，我自幼读圣人书。我信圣人的话，我做官，就是为了解天下民生之道玄，救天下人于水火。如若不成，唯有死耳。可笑吧？就是这么幼稚。佩服！我要是能够活着，真希望看到皇上能重用你，成就大业。好让我们这些老朽，让我们升起惭愧之心。大人，前面就是云梯镇了。哎，那啥，我想下去瞅瞅。停！吁！家，你看那边，我上一次去那边的时候，那还是一片村子。天灾呀！皇上，皇上！哎，大人，干嘛呢？大人，估计又是个想不开的。咱这一路上见的还少呢。赶紧不能见死不救，我下水救他。哎，于大人，于大人，哎，你怎么能让于大人？快你去，快点！肺属金，肾属水，补肾益肺，金水宝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哎呀！完了，沉下去了！救命啊！救命！
赶紧的，赶紧的，看看行不行？有烧酒没有？给他灌2口。拿酒，烧酒，烧酒。就这点水性还想救我？狗日的，死都不捡地方！我是救你一命，河底有浅流，一个站不稳就冲回姥姥家去了。你刚才跑底下干什么去了？我看看黄河的流速，我又不是屈原，干嘛抱着石头成河啊？不是，这水又冷又急的，你就这么下去，你这不找死吗？我是河伯投胎，水跟我亲都来不及，淹死我！呵呵，笑话！哎，疯子，肯定是个疯子。大人，大人，镇上就1家客栈了，还剩下2间房，住不下。放屁呢！把老板轰出来，让他腾房。我是在衙犯，我住哪儿都行。为此要惊扰了百姓，那我的罪孽就更深了。哎呀，哪儿的话呀！明相特地叮嘱，一路上一定要好生照顾大人。我倒是能露宿，但是不能委屈了大人你呢。你要是不遵王法，骚扰百姓，我一定严惩。好，好，好！哎呀，依您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给于大人找个马棚挤挤？这。大人，哎呦，哎，几位爷，里边请，请，请。二位爷，发大水实在没什么吃的，小店自家养的鸡鸭，还有一坛莲花白是送的。后院的上房啊已经收拾好了，等您老吃完，我再赶去伺候啊。好啊，来，有肥鸡大鸭子不给我上，来一份。相公啊，您同屋的几位爷啊又赊了我2坛酒，您看这账是一块结呀，还是各算各的？要不是大水断了道，我才懒得在你这破店里多住1天呢。等日后我中了状元，做了宰相，还怕没钱还吗？快上！还做宰相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就是做宰相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在家做梦都不敢这么做。高江村这招也不好使啊。你是河边那位后生吧？过来一起吃吧。叨扰叨扰。啊，我们一屋子住了3个进京赶考的举子，每天的饭食银两老被一个家伙偷偷赊了酒喝。请问台夫，人在客途都是行人，名字不重要。好，单凭这一句，足配得上我们河顿酒。慢用啊。这位老兄的台夫，你这鸡蛋是什么宝贝？一顿就吃1口？这是我自家鸡下的蛋，吃着干净。那这大米也是你们家地里种的吗？这房子也不是你们家自己盖的呀？你有完没完？过来蹭白石，话这么多。好，你是官吗？大老爷了不起。哼，你是官吗？你看呢？既像官又不像官，既像文官又像武官。老兄，你可奇怪得很呐。何以见得？你行走坐卧有官相，说话没官腔。读书的样子像文官，你这眼神、手上老茧、脸上皱纹，
又像武官。我是个钦犯，你知道的越少越好。喝酒。哦，你犯的什么罪？作奸还是贬职？你看的什么书啊？古人留下的治和书。古人之谓黄河也，今吾之谓忧患河也。黄河发自青海贵德，流经陕甘，席卷黄土，激流而下，一斗之中，沙居6、7。入开封后，地势平缓，水流缓慢，沙淤河生。肆虐李下河，豫东、鲁南、皖西，浮丘两汛，每多溃决，呜呼！黄河其为吾祖发源之地，又为今人忧患之处耳。你读过此书？此书何来？路上获得，据说是宋熙宁年间一位高人所著，花了很少的银子。要不是这场大水啊，庸人不可一见。实不相瞒，这是在下穷极无聊骗钱的法子。对不住老兄，这本书就是我写的，我就是城隍陈天一。城隍陈天一，不可取笑。在下出生时啊，黄河水泛，母亲在水中生下了我，漂流了1天1夜才被人救上来，居然没死。人都说我是河伯投胎。易经里讲天一生水，所以在下字天一，自幼亲近黄河。20岁前走遍黄河故道，他日得知，早晚要收复黄河。我研读此书，恨不得能跟古人生在同时，想不到居然面对面的见到。先生也是爱水之人，可惜不得其门而入。书中的黄河是今日的黄河，而不是宋河。明眼人一看就是委托之书，你只能骗不懂的人。难得遇见先生，请稍在下一拜。哎，这我可不敢当，多礼多礼，先生请。来。术业有专攻嘛，单是这一本书已经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皇上现在日夜为黄河的事情忧心忡忡啊。先生大才，如果将来能够辅佐河都，为天下百姓治理黄河，那将是千世万世的功德了。我要治河，就要做大禹、李冰这类的人物，以倾国之才为我所用，万人之手为我所趋。呼吸之际，天地变色；顿足之时，黄河改道。做个寄人篱下的帮闲，我没兴趣。我不瞒你说，我是安徽巡抚靳辅，奉圣上之命把我押解进京，明正典刑。我为官20年，深知黄河应该大修啊，否则溃决是早晚的事。遇着清官崩得晚点，遇着贪官就像现在一样。要砍你的头，你还看什么书啊？我要将此书呈现给皇上，这可能对未来的河都有帮助。我一生问心无愧，必不会坠入地狱，但是黄河一定要大修。可惜我看不到了，希望先生能为黄河效力。这本书先生尽可回去，这是在下20岁之前的见解，如今是狗屁不通，如同狗屁。告辞。哎，先生美意，在下心领了。你们几个听好了啊，回头啊随便找个由头，把那几个臭橘子轰出去，给咱们腾房。高兄啊，
回来的正好，你帮我破个题。什么题？你说说看。题目是井上有理。嗨，这要何难？井上有理，无非就是井上有棵李子树嘛。破题就要从这李子树上破。李子树上有什么？自然是有李子了。高明啊，高明啊！我还什么都没说呢，你就开始拍马屁。听着，井上有理，这么破。似桃而非桃，它身上少了那么一层毛；似杏而非杏，它身上多了那么一道缝。呀！一个没看着，你就把我酒拿走了，哼！我就说吧，八股文做得再好，又有什么用啊？我要是凭真文章、真本事考，早就考上了，还至于这么一年一年的熬吗？无奈，明珠、索额图这些当道大佬们，一个个全是棺材里边伸手，死要钱。咱们带的这点饭食银子，只怕还不够给人家塞牙缝的。嗨，生意来了。有个高士奇高先生在这儿吗？老丈请进。您先坐。小可便是高士奇，老丈是要细批流年算吉凶吗？小可乃南华真人亲传弟子，铁口神算，不中退钱。老丈还是家中有病人，小可祖传如医，行医天下，悬壶济世，手到病除。那，这位也是小可的朋友徐乾学，乃是前明徐老相国的后人，这学问嘛，自然也就大了。哎呀，你说你的，提我干嘛？我是要测梦。测梦，那太好了。小可得南花老仙真传，周公解梦更是擅长。老丈赶紧把梦说一说，待我解上一解。我梦到一把骰子撒在一张牛皮鼓上面。此梦甚好。老丈莫非是纳了一个妾？而且这个妾年轻貌美。哎呀，老丈真乃有福之人呐！先生真是神人呐！请为我测一测吉凶。测吉凶，收银1两。哎，行了，来，我帮你。这骰子掷到鼓上叫有声，骰子视为有色，这叫有声有色。这个梦是大吉大利呀，真是好福气呀！多谢。哎，请。天一啊，看什么呢？雨好像变了，风向不对。那人也不对。哎，老丈，您莫惊，这位啊也是我的朋友，姓陈名黄，字天一，自称是河伯投胎。哎，老丈您慢点啊，记得吃补药。风向已变，不出5日便可进京了。我今天在黄河边，水速比昨天慢了1倍还多。这场水该过去了，再不走，玉皇大帝、观音菩萨也该收了他。我看你是魔怔，比我还会算。看见没？今天的酒钱算是挣下了。待会儿啊，去打点酒，咱们仨人啊，边喝边聊。哎，那个高兄啊，
那老头如此的年迈，还娶了一房美妾，你怎么说他有声有色呀？那我还能怎么说啊？让我实话实说啊。那还得请指教啊。指教什么呀？你看他那个样儿，这叫一把老骨头全都葬送在这张皮上。哎呀！高兄你呀，实在是有失厚道。古人这学问呐，真是学究天人。哎呀，多亏了你聪慧呀！这要是我，这玉鲁质朴的，实在是这个古人的学问，博大精深，学不了。行了，别拍了，你拍古人马屁，古人也听不见。咱们哥仨喝酒才是正经，走吧。走。要不是因为大雨阻了道，就你这小破客栈，跳蚤窝一样的地方，高爷我还看不上呢。高爷瞧不上小弟，现在就走。欠那么多饭食银子，全当小弟认赔本了。怎么说话呢？瞧不起谁呢？啊，来，给你看。见过没？真正的汉代古物啊！高兄，别说你这小客栈，给你们全家做棺材本都够了。干什么？抢啊！小兄弟，这不大雨所阻，银子花没了吗？出门在外的，是不是行个方便？你何必如此呢？三位爷，实在是对不住了，这房费5天没结，大掌柜的不送煤了，二掌柜的不送面了。我这小店呐，眼看就要玩完，现在就走吧，您那。你怎么做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啊，对啊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外边下这么大，你把我们哥仨轰出去，你真忍得下心啊？啊！我再告诉你一句话，上一个得罪我的人啊，坟上的树已经这么粗了。啊！我这兄弟少林寺刚给轰出来的，就因为杀了2个人。啊！再看我这位兄弟，钱明的时候，你要敢这么跟他说话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刀啊早就噗，慢点大哥，早就噗开了他。我捅死他！我捅死他！冷静，哥，你冷静点。今儿你要敢动我们哥仨，你试试。你试试。我弄死你！我别动我！我跟你说啊，那人坟头上那棵树已经这么粗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真的。哎呀，别动我！走吧，你出去。走吧你！哎呀，走！哎，赶紧走！哎，走吧，赶紧走！有如斯文呐！等老子中了状元，回来拆了你们的狗窝子！三弟，来，快走！走。请进。那个狗头师爷，我刚知道，他赶走了一家人，给我弄了间房子，那家人就在窗口哭，我哪能住得下？那就搬进来吧，咱挤挤。这大下雨天的，有间屋子已经不错了。你睡床上，我睡地下。还是你睡床上吧。我是囚犯，我就在门口守着，提防你逃走。
这干嘛呢？我要做功课了，你离我远点，睡觉去吧。怎么个做法？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。”我每天都要回想白天的事情，想到善就放一颗白石子，想到恶就放一颗黑石子。等到碗里都是白石子的时候，那就是圣人了。对。想不到于大老爷还是个好理学先生。我不耽误你了，请。你这种人不爱读书，自然不知道其中的妙处。那没用，这是圣贤传下来的心法，可以涤净一切肮脏念头，得至善之身。你要是学会了这个，就不会当贪官了。你真信这个？我当然信了。如果说一个人的行为无善无恶怎么办？或者说，当时看来是恶，长久看来是善，这又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哪有这样的事情？去吧，睡觉去吧。比如说开通运河，当年隋炀帝耗费国力民生，挖通了这条运河。当事人说他糜费，说他是骄奢淫逸，不顾民生。可是到现在，我们一直享受这条河带来的好处。大唐兴盛的时候，就靠这条河，调派军队，朝发夕至。那你说这是善还是恶？是仁还是不仁呢？不知道。大尧帝在位的时候，听说许由是一个治世大才，他想把帝位传给他。可这个许由听到之后呢，竟然躲起来，跑到河边洗耳朵，躲到深山里隐居一生。那你说，这是善还是恶呢？许由是高洁之人。你这个书读的是人云亦云呐。如果我是大尧帝，我就把许由的脑袋砍下来，绑在车上。这个天下不好吗？阳光普照，土地生出五谷，滋养着我们。学会了礼仪，却躲在深山里，与鸟兽为伍。本身是个治世大才，却为了追求自己的名声不出来做事，这是什么高洁之士？这简直就是一个蠢才。古人说“大人不仁”呐，这句话的道理很深。不是你摆弄几颗棋子就能弄清楚它。受教了。想不到你有这样的见地。为何不把话说全？想不到我这个大贪官、大坏蛋，却能有如此的见解。对。你做事从来都不考虑善恶吗？大丈夫当为则为，哪里想这么多？我睡觉了，你继续修行吧。晓风残月半愁眠，无聊至极，
放狗屁。驴走登仙台，巍巍何其哉？陈词滥调。狗放屁。吕祖携芦笙，空中对我语，还对你语，一笔臭字儿，俗不可耐。放屁狗。兄弟，积点口德吧，满墙的屎都让你骂干净了。真丧气，受这种势利小人的气。虽说是势利小人吧，但人家有吃有喝啊，不像咱们住这破庙里啊，真让人羡慕啊。行了，你不能逮谁都捧。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。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古人秉烛夜游，良有一夜。